当年孙悟空护送唐僧来到了白虎岭，在这里，取经队伍遭遇了会解尸法的白骨精。白骨精利用解尸法变成凡人的模样，骗过了唐僧，却瞒不过孙悟空的火眼金睛。最后，孙悟空顶着紧箍圈的巨大疼痛三棍打死了白骨精。然而竭尽全力想要伏魔的孙悟空，却被黑白不分的唐僧赶出了取经队伍。虽然孙悟空后来重归取经队伍，但这一次变故让孙悟空擦亮了眼睛，弄清了游戏规则。原来，并不是所有的妖怪都可以打死的。在唐僧的取经队伍路过平顶山的时候，孙悟空更是明白了一件事情：为了给唐僧凑齐998难，观音菩萨是四处奔走，喊了许多妖怪过来凑齐难数，就连太上老君座下的童子都成了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不仅如此，孙悟空甚至还发现，除了充当群众演员的妖怪不可以招惹之外，还有一类妖怪也是不可以打死的。当年孙悟空在黑风洞降服了黑熊精之后，怒不可遏的他挥舞金箍棒，准备往黑熊精脑门上砸去的时候，观音的一声娇喝制止了孙悟空的行为。原来别看黑熊精长得又黑又丑，他高尚的品德以及出类拔萃的道行都让观音心中一动。于是在观音的抬举之下，黑熊精后来成了观音的守山大神。无独有偶，路过盘丝洞的时候，孙悟空被蜈蚣精打得头破血流。就在众人走投无路的时候，毗蓝婆菩萨借助一根绣花针破了蜈蚣精的金光。就在猪八戒操起9齿钉耙要打死蜈蚣精之际，毗蓝婆菩萨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天蓬息怒，待我收他去看守门户也。可见被大神们看上的妖怪也是不可以打死的。然而三界之内还有一个妖怪，他不仅不是群众演员，也没有被大神看中，可不仅孙悟空不敢打死，就连灵山三佛也不敢招惹。他就是祭赛国的九头虫。首先，这九头虫的长相都不能用丑形容，那简直是恐怖。原文写得明白：9个头颅18眼，前前后后放毫光，观其形象十分恶，见此身目不怕杀人。他生的毛羽铺锦，团身节序，方圆有丈2规模，长短4圆坨样子，2只脚尖利如钩，9个头攒环一处，展开翅极善飞扬，纵大鹏无他力气，发起声远震天涯，比仙鹤还能高丽，眼多闪着金光，其奥不同凡鸟类。九头虫明明是个鸟，怎么却叫虫呢？如来说天地有5虫，乃裸鳞毛羽鲲，鸟属于羽虫，所以叫九头虫没问题的。可是你想，大鹏怎么就不叫大鹏虫呢？孔雀不叫孔雀虫呢？九头虫怎么偏偏就叫虫呢？说到底还是因为丑，丑的不配叫鸟。光看描述，可能大家的感受还不是很直观，不妨用类比的方式来看九头虫有多瘆人。原著里猪八戒的形象绝对是恐怖至极的，单靠长相就能吓杀20-30人。但猪八戒见到九头虫的原型时却说：哥呀，我自为人，也不曾见这等的恶物，是甚血气生此禽兽也。就是这么个丑的恐怖的九头虫，却娶了貌美如花的万圣公主。万圣公主有多美呢？奔波伴说那公主花容月貌，有20分人才，九头虫是丑的9倍，公主就是美的20倍。从相貌匹配上来说，这场婚姻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是什么奇妙的姻缘让这2位走到一起的呢？奔波伴说招到一个驸马，唤作九头驸马，神通广大。如此丑的女婿是万圣龙王主动找来的。说到底，万圣龙王就是相中了九头虫神通广大的法力。九头虫的后台是谁？九头虫的后台大有来头，其实很好找。孙悟空和猪八戒打死万圣龙王之后，只听得狂风滚滚，惨雾阴阴，从东往南急匆匆地来了一群人。定睛一看，原来是二郎神。孙悟空表示那是我7圣兄弟，倒好留请他们与我助战。落得成功，倒是一场大机会也。换句话说，孙悟空想卖给二郎神一个大大的人情。为什么呢？孙悟空答：向蒙二郎莫大之恩，为斩厮须之报。孙悟空欠二郎神的不是他自己，而是位花果山的猴子。
我们前文说二郎神放火烧了花果山，但是没有给花果山绝种。等孙悟空回去的时候，还剩1200只猴子。二郎神也很领孙悟空的情，我因闲暇无事，同众兄弟采猎而回，幸蒙大圣不弃留会，足感胡救之情。若命协力降妖，敢不如命？二郎神说自己是打猎而回，但是他家在南赡3部洲的灌江口，这里是犀牛贺州的碧波潭，他打猎都快打到天竺了，这个距离可是够远的。二郎神刚好从这经过，绝对不是什么巧合。更有意思的是，二郎神还认识万圣龙王。二郎神问这里有什么妖怪，他的兄弟还提醒道：大哥忘了，此间是乱石山，山下乃碧波潭，万圣之龙宫。梅山六兄弟说的一句大哥忘了，点明了之前二郎神来过这里。二郎神又问万圣老龙却不生事，怎么敢偷他宝？二郎神也没否认，他认识万圣龙王。二郎神和万圣龙王绝对是老熟人，按理说二郎神和齐天大圣一同出马，还抓不住九头虫吗？可是九头虫偏偏就跑了，最大的责任就在二郎神身上。首先他自己明明说兵家云正不待时，何怕天晚，但他还是同意兄弟的建议，先吃饭喝酒，等到第二天早晨才出战抓捕九头虫。第二天交战的时候，明明是压倒性的优势，可以弄死九头虫，却让他腹痛逃生，径投北海而去。孙悟空居然拦住猪八戒，不让他去追，这可是破天荒的头一回。一向斩草除根的孙悟空居然放了九头虫一命。二郎神与六圣道：不赶他倒也罢了，只是依这种类在世，必为后人之害。你想，孙悟空经过的山头没有后台，哪有不死的？孙悟空放弃功果不要，一方面是为了还二郎神的人情，另一方面取经都快结束了，孙悟空的成长是有目共睹的。孙悟空在人情世故方面的能力早已炉火纯青，二郎神来收场，猴子就已明白，九头虫明里是妖怪，暗地里其实是玉帝在妖界的眼线，不然九头虫凭什么他能纵横四海，把孙悟空毫不放在眼里？九头虫的后台是玉帝，而万圣龙王的背后是王母，这个作者在原著中也有伏笔暗示。奔波霸说，公主又去大罗天上凌霄殿前偷了王母娘娘的九叶灵芝草，养在那坛底下，金光霞彩，昼夜光明。大罗天凌霄殿是什么地方？那么好去的吗？没有令牌，谁能进得去？就连东海龙王都不敢轻易上天。这万圣公主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吗？敢偷王母的灵芝草，再说九叶灵芝草，如果是被偷来的，天庭居然不知道，也没有人查，显然九叶灵芝草不是偷出来的，而是王母给的。所以九头虫和万圣龙王抢夺舍利子行动的幕后主使就是玉皇大帝和王母。